好了，前面讲了这个四个左翼然后讲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接着就要讲第三部分内容，五个国际。第一国际就是国际工人协会，在此之前还有一个很著名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有必要先说一说。因为共产党宣言就是因这个共产主义者同盟所撰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被他们邀请参与过他们的活动。这个共产主义同盟它是一个以流亡法国和英国的激进手工业者为主体的一个小团体。原来他们自称正义者同盟。然后1847年改组之后就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所以从这儿可以看得出来，共产主义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他们独有的思想，其实它的渊源非常久远和基督教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个同盟的指导思想是各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大杂烩。马克思的激进革命思想并不受他们欢迎。然后这个同盟开他们第二次会议，这时候呢就委托马克思恩格斯起草一份宣言，这就是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但是还没等宣言写完，1848年革命就发生了。马克思恩格斯大为兴奋，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由此拉开了序幕，甚至有可能获得成功立刻就奋不顾身地投身进去了。但是很不幸，革命很快就失败了。革命失败之后，这个同盟中央内部爆发了激烈的纷争。知识分子马克思和住在逃难工人当中的单身汉叫威利希甚至闹到要决斗的地步。而马克思被其他流亡者孤立。马克思传的作者说，马克思也许博得了工人们远距离的尊敬，但正是威利希赢得了他们的热爱。说得非常准确，也非常有代表性。实际上这是马克思在工人运动当中真正的影响。远距离的尊敬但是赢得工人热爱的不是马克思。1852年共产主义同盟在马克思的建议之下解散了所以这一幕可以算是五个国际的序幕。好，然后说第一国际。第一国际是1864年建立的，成立大会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参与筹建。马克思很匆忙的临时被大会的主办者之一邀请出席。他在后来给恩格斯的信里说，他在大会上只扮演了一个哑巴角色。会后马克思被选为34个人组成的总委员会的委员之一。马克思一如既往和第一国际当中的各色人等比如说马志尼、巴库宁、赫尔岑、普鲁东派、拉萨尔派和英国工联主义者等等激烈争论试图贯彻他自己的激进革命主张。尽管他做了大幅度的退让妥协，依然收效甚微。妥协退让只是马克思政治谋略的一部分。马克思公开宣布过，要对不合他心意的宗派暂时利用，然后用过即弃，就是过河拆桥了，卸磨杀驴这是马克思的一篇文章，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在里边公然表达过的。这一类过河拆桥的马基雅维利式的革命策略，在马克思的著作当中数不胜数给马克思革命事业的所有继承者带来了莫大的启示。所以我说马克思这个人书生诚然是书生，
他的理论严重脱离实际，听任思想在云端翱翔，他的书生气令人惊叹，但是一旦气候合适，他干起革命来，实际上是心狠手辣，毫不含糊。列宁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没有列宁的杰出谋略，十月革命的成功绝对没有可能。所以这一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实践大获成功的首要秘诀，同时也是他独具特色之处是，他们在使用任何不择手段、没有道德底线、极端残暴的马基雅维利式革命策略的时候，居然能做到理直气壮，毫无心理负担。目标的极端崇高正义和手段的极端不道德、反道德，形成这么一种惊人的反差。像这样罕见的人格分裂式的思想理论，竟然会裹挟了数以10亿计的人口参与其中，其中还包括很多相当优秀的知识分子，怎么可能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暴力革命和恐怖活动有什么区别呢？后边我会提到。好，这个第一国际因为不受工人阶级欢迎，1876年在美国费城正式解体。接着我们看第二国际。德国在1871年的普法战争胜利之后，就开始快速的工业化，经济开始起飞。这也说明国家统一对于现代化是非常重要的条件。然后就诞生了2个无产阶级政党，就所谓这个艾森纳赫派和拉塞尔派。这两派1875年在德国中部的一个小镇叫哥达合并，然后就成立了社会民主工党。出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料，他们2个人不但毫不知情，而且没有人咨询他们的意见。他们2个人对此极为愤怒。于是马克思就在他那篇《哥达纲领》批判当中表达了他的愤怒和不屑。这个社会民主工党的领导人对马克思恩格斯口头上尊敬，但内心实际上并不买账，对他的这部批判弃之不顾，就连贝贝尔这位被马克思看作这个党里边唯一完全可靠的人，都说与伦敦的2位老人达成理解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后过了14年，1889年，欧洲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国际组织第二国际，就以德国社会民主工党为主体成立了。这时候马克思已经去世6年了，考茨基、伯恩斯坦、贝贝尔、里普克内西等等第二国际的领导人，给了德高望重的国际公运老人恩格斯极大的尊崇。恩格斯也抓住机会，及时降低了革命的调门，策略性的接受了他们的所谓合法社会主义。但是恩格斯并没有片刻放弃过和马克思共同的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到恩格斯死后，第二国际公开走向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所谓修正主义道路，这样就越来日甚一日的背离了马克思的革命精髓。上面这个修正主义过程不是一下子完成的，经历了漫长痛苦的自我纠结和派别纷争。冷战期间，这个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基本就把马克思的革命精髓弃置一旁了。那列宁又是怎么一回事？